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你敢信吗？河北40里峡的山洪里，一辆 SUV 3条轮胎全被碎石扎爆，竟然还能自己爬上岸。这事儿要是放在别的车上，估计早就被冲得没影了。可这辆 SUV 是仰望 U8，硬生生把车主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，一封仰望 U8 车主的亲笔信在越野圈和汽车圈传开了。事情起因是一位仰望车主开着仰望 U8，于8月2日带着朋友前往河北玉县的40里峡开展户外穿越。对越野玩家来说，这里是一条经典的穿越路线，整条峡谷全程25公里左右，90%路面都是干涸河道改造的碎石路，遍地鹅卵石和大小巨石，日常通行都持续颠簸，对车辆底盘和轮胎损耗极大。更关键的是，雨季的40里峡完全是另一副模样，峡谷两侧全是陡峭岩壁，几乎没有可供避险的开阔空地。山间瞬间汇集的雨水能在几十分钟内把河谷变成湍急的洪流，裹挟着滚石，被网友形容为堪比开闸泄洪。这车主也是倒霉，专程赶来穿越峡谷，结果老天爷不给面子，山洪毫无预兆地席卷而来，短短几分钟时间，河道水位飞速暴涨，混杂着碎石的激流狠狠砸向车身，车主甚至来不及反应，整车4条轮胎就直接报废3条，右前、右后、左前轮胎全部被尖锐碎石割裂爆胎，唯独剩下左后1条轮胎还能勉强运转支撑车辆。说实话，懂越野懂路况的人都清楚，这已经是近乎无解的绝境。普通越野车哪怕只是爆掉1条轮胎，被困在这种湍急河道里，基本都很难自主脱身，大概率会被持续上涨的洪水围困，甚至直接被洪流冲走。3条轮胎同时报废，车身受力彻底失衡，放在任何一台常规越野车上，基本等同于宣判死刑。但这台仰望 U8 硬是打破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，车主没有过度慌乱，依托车辆自带的 E4方4电机独立驱动系统，一点点微调车身姿态，稳住失衡的车身，缓慢操控车辆挪动，最终成功驶离凶险的洪水河道，稳稳开到地势更高的安全区域临时避险。很多人看完视频和现场情况都感慨，这绝对不是运气，是实打实的科技兜底，才换来这场绝境逃生。多数车主车友都不了解4电机独立驱动和传统机械4驱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传统越野车的4个车轮依靠整套机械结构联动传动，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模式。只要其中一个轮胎出现故障、失压、打滑，整车的动力分配逻辑就会彻底紊乱，车身会瞬间跑偏甩尾，严重时直接失控翻车。而仰望 U8 搭载的 E4方技术，核心优势就是4轮4电机完全独立工作，互不干扰。车辆传感器会24小时实时监测车轮状态，一旦识别到爆胎、轮胎失压等突发故障，系统能以每秒1000次的高频速度动态调整剩余正常轮胎的动力扭矩输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车载电脑在毫秒级时间内持续微调动力，硬生生把严重跑偏、姿态失衡的车身掰回稳定状态，让车辆在极端故障工况下依旧保持可控。不少人心里会犯嘀咕，只是低速挪车脱困，有什么值得夸赞的？其实这里面藏着很多人忽略的细节。仰望官方此前做过公开实测，这套4电机系统能够在12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行驶状态下应对突发爆胎，稳住车身，保持直线行驶。而本次山洪脱困的工况难度其实一点都不低，碎石路面、湿滑河床、3条轮胎同时报废，多重极端条件叠加，车辆的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，能在这种极限状态下平稳脱困，足以证明这套系统的安全冗余远远超出了日常用车的需求。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，本次险情中仰望 U8 标志性的应急浮水功能并未触发，但整车的安全防护能力依旧拉满，全车搭载161个专用防水部件，拥有行业顶级的 IP68 级防水资质，全程洪水冲刷，车身进水的情况下，3电系统全程稳定运行，没有出现任何故障，这也是车辆能够持续输出动力、顺利脱困的关键基础。
不过，成功离开洪水河道并不代表彻底安全。深山峡谷地形封闭，完全屏蔽了手机信号，车主一行4人彻底与外界失联，整整6个小时没有任何通讯渠道，现场没有食物、水源等基础补给，山洪还存在2次上涨的风险，几个人依旧身处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。绝境之中，车主家属连夜向济南仰望服务中心发起求助。而品牌的响应速度属实让人意外，门店没有丝毫拖延，第一时间启动跨区域应急救援机制，联动济南、北京、石家庄3大服务中心，同步组建救援队伍奔赴现场。为了最大限度保障救援成功率，品牌采用饱和式救援方案，多方位同步突进。其中，济南门店距离事发地足足564公里，跨城长途驰援的同时，还提前协调直升机待命，做好全方位应急兜底，杜绝救援受阻的情况。深夜的峡谷山路泥泞湿滑，坑洼遍布，救援车辆无法直达被困核心区域，救援人员只能徒步摸黑进山搜寻。凌晨2点35分，北京、石家庄2支救援队伍率先抵达现场周边，经过细致排查搜救，凌晨3点35分，车主及同行4人全部成功获救，全员无人受伤。长途奔波的济南救援队伍也在清晨5点40分抵达玉县，接手后续全部善后工作。更暖心的是，救援人员救出人员后，并没有立刻撤离。考虑到车主一行人刚经历惊魂险情，身心俱疲，工作人员全程包办保险报案、车辆定损、维修方案对接等所有繁杂琐事，让车主无需耗费多余精力安心休整。翻看仰望的救援服务记录，就能发现，这种跨省连夜驰援、全域兜底的应急救援，从来不是偶然的营销案例，而是品牌常态化的服务标准，也是这场惊险的救援，让很多人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豪华汽车。40里峡的故事足够极端，但仰望 U8 在生死线上把人拽回来的案例早已不是孤立。很多人总把这套安全能力当成发布会 PPT 上炫技的参数，觉得那些极限工况一辈子都碰不到。可现实里，山野、高速、地质灾害来临的瞬间，没有提前彩排，灾难不会挑时间。这些冗余设计恰恰就是为了那些万分之一的生死时刻准备的。此前，四川康定一场突发泥石流同样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真实记录。汹涌的泥石流裹挟着巨石、泥浆席卷道路，一台仰望 U8 直接被洪流吞没，数吨重的巨石狠狠砸进座舱，前挡风玻璃彻底碎裂，大块岩石直接砸在副驾座椅之上，整车外表被泥浆与石块摧残得面目全非。事后挖出车辆车身外壳损毁严重，但座舱主体结构没有发生严重形变。最关键的是，车内车主顺利逃出，保住了性命。试想换成普通硬派越野车，在这种量级的泥石流冲击之下，车体挤压变形，人员的生存空间会被直接剥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次不靠浮水，不靠脱困挪行，依靠的是车身结构的硬实力，硬生生给车内人守住了最后的生存堡垒。不止山野地质灾害，在高速路面上，一四方的安全兜底同样救过人。有车主在80多公里的时速下，轮胎被异物割裂，胎体撕开长达数公分的大口子，属于完全失效的恶性爆胎。传统车辆遇到这种状况，极易出现猛跑偏、甩尾甚至翻车。而这台 U8 的传感器瞬间捕捉到车轮异常，毫秒级调整其余3个电机的扭矩输出，死死把车身姿态稳住。车主紧紧握紧方向盘，就平稳把车辆减速停靠到应急车道，没有发生任何次生事故。这件事没有大规模传播，只是车主在车友圈简单分享，却更能体现这套技术的日常价值。它不是只为峡谷洪水而生，高速上一次突如其来的爆胎，就是普通人随时可能遭遇的险境。还有无数散落的真实片段藏在车主的口述里，戈壁荒漠，车辆深陷流沙，普通越野锁止结构，越刨陷得越深。U8依靠4轮独立扭矩分配，单点释放动力，一点点刨开沙层，把整车完整带出险境。暴雨城市内涝，不少车主开着 U8 主动参与民间救援，依靠 IP68 的3电防护，穿行在积水中，转移被困群众，把应急浮水从纸面功能变成救人的工具。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真相：真正的豪华从来不局限于真皮内饰、音响、座椅按摩这些看得见的享受。豪华的内核是在意外降临的时候，车辆愿意为生命预留足够多的安全冗余，品牌愿意为深陷绝境的用户不计成本奔赴救援。
市面上不少百万级越野把卖点放在越野玩具化的噱头之上，却很少去思考极端遇险之后人和车该如何活下去。仰望 U8 给出的答卷是技术不只用来征服路况，更用来守护生命，服务不只是保养维修，更是绝境之下的兜底托举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